这里的诡异死气，简直就是能够将进入这里的万物都给炼化。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萧炎行驶着小船，不断的猜测这里环境的变化，但是粉老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回答萧炎的问题。毕竟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透出阴森诡异，还散发出如此死气，就仿佛这个地方都是为死人而准备的。萧炎在小船上不知道行驶了多久，四周的死气交加，竟然凝聚出实质，并且萧炎的神火屏障竟然都有些发出滋滋响声。这些死气究竟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为何越往深处走，这死气就越可怕诡异？就连三昧神火都出现了异动，萧炎顿时有些吃惊起来。这里的环境果然不同寻常，如此浓郁的死气，萧炎以及这黑暗的地方根本无法找到灵动牧尘所在的地方，仿佛就是大海捞针一样。而且进入到这里以来，他似乎已经无法感应到灵动和牧尘二人体内的焚神之力。难道他们二人已经遇难了不成？粉老，你能够感应到灵动兄和牧尘二人的气息位置吗？萧炎有些着急的传音道。毕竟自己对这里的空间根本不熟悉，所以想要找到他们二人的位置，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我也无法和感应他们的气息所在，因为这里的那股庞大能量体直接断绝了我探查的能力，也根本无法搜寻到他们的气息。粉老的此话一出，直接让萧炎都感到大惊，竟然能够断绝一切的能量。那股庞大的能量体究竟是什么？要知道，粉老一直都是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今日竟然在这里打破了他那不可一世的精华。粉老，难道就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吗？萧炎心中万分着急，现在的灵动牧尘生死未卜，现在又没有任何的头绪，只因为当时的萧炎想得太过简单。进入那玉门之后，这里的空间实在是太过诡异，简直是见所未见。听得出萧炎的着急，粉老沉默了片刻之后，深深的叹气一口气道：也不是没有办法，看来只能施展自己的一些从未拿出的真本事了。说着，粉老便是抬起自己的手臂，然后五指之间开始无规则的轻碰，在指头接触时，顿时有着金光在闪烁。不一会儿，粉老的那双金色瞳孔中出现一道充满玄奥无比的未知星空世界，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演变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画面。萧炎看着粉老，竟然还有如此的大能，心中恍然一惊。粉老跟在自己身边那么久，可一直都不知晓粉老还有这样的大能。此时，粉老在萧炎的心中又一次提升了好奇感，看来这粉老很不简单。旋即，粉老金色瞳孔中的未知世界消失后，五指金光也同一时间消散，然后缓缓地抬起头，望着这片黑暗空间的深处，眼神变得异常的凝重无比，心中自言自语的喃喃道：原来如此，看来这就是神奇联盟的真面目大计划。萧炎站在小船上依旧行驶着，在穿过实质形成的死气中，竟是有着一股诡异的力量直接穿透萧炎的神火屏障，直至他的识海中。旋即，自己的识海出来一声剧痛后，便是昏迷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才浑浑噩噩地醒了过来。他此时身处一座小岛上，四面环水，只是那些水都是充满着无尽的死气。我刚刚怎么了？萧炎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显然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竟然拿一瞬间失去了知觉。这还是萧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刚刚你被这里的那股诡异庞大的能量体入侵识海，要不是老夫出手，你怕是已经变成玉灵，你的神魂也会被献祭了。粉老的声音悄然出现，萧炎摇晃了脑袋一下，从粉老话语之中的意思，刚刚自己差点被这里的那股诡异能量体给抹杀了。这地方到处都是始料未及，这一次要不是粉老出手，自己竟然差点陨落至此。萧炎目光带着骇然，四周依旧是被无尽黑暗笼罩，根本看不到一切。但是那水拍打在小岛上时的声音倒是听得非常的清晰，只不过这种声音不是平常所听到的海浪声，更像是魂魄的呻吟之声。这一次多谢粉老相救了。萧炎对着粉老一番感谢，不过后者则是淡淡的一笑，然后摆摆手，继续说道：这股能量体能够穿透你的神火屏障也不意外，毕竟那股能量体可不是一名天位神能够抗衡的，就算巅峰天位神也不行啊。什么？巅峰天位神也无法抵抗刚刚那股诡异的庞大能量体？那可是9重天位神的力量。萧炎面色直接大变，难道那股能量体已经超越了巅峰天位神之上？粉老没有否认，旋即点点头，沉声道：没错，这里面肯定隐藏着极其强大之物，而且那个东西似乎能够将一个世界改变成另一个世界。什么意思？萧炎对于粉老的话有些半知半解。刚刚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与那股庞大能量体交手了几招，并发现这里可不是普通的空间，而是一个世界。不是空间，一个世界，这直接震惊了萧炎。神奇联盟中竟然还隐藏了如此可怕的秘密，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神奇联盟中居然还有一个世界。看着萧炎那震惊无比的表情，粉老则是继续讲解道：你知道这里存在的庞大能量体是什么吗？说到这里，粉老的眼神都开始变得有些凝重起来。萧炎也是很少看见粉老会如此认真，也不知道刚刚他与那庞大能量体交手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这个世界的意志，能够达到天位神之上的意志，恐怕这世界已经超越了如今的万兽神界、无量神界的意志能量。什么？这怎么可能？
一个神器联盟中的世界所诞生出来的意志，竟然比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的那方神界意志都要强大。这里究竟是什么世界？萧炎望着看不到四周的景象，显然已经被冯老的这一番话给震惊到了。难道这个世界是他们创造的？这不太可能吧？想要创造一个世界，并且诞生出一道超越无量神界以及万兽神界的意志，这怎么让萧炎去相信？难道他们是创世者吗？看到萧炎脸上的描写，冯老一眼就看穿了萧炎心中的想法，他也没有否认萧炎的观点，反而也赞同他的观点。小家伙，你所猜想的也并非有错，或许这就是神奇联盟的真面目。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所创造，或者说他们所创造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界，可是一个可以掌管世间万魂的世界。建造一个掌管万魂的世界。随着冯老这样的描述，萧炎对于神奇联盟的真面目愈发的震惊了。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为何要建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神奇联盟的高层那些人都应该参与了进来，而在这个世界应该就是他们要推动的大计划之一。如果这是神奇联盟的大计划之一，建造这个世界意欲何为？难道就是单纯的培养更多御灵？种种疑惑在萧炎的脑海浮现，让他无法想出真正的一个答案出来。不过冯老却是已经洞察了一切，他的那一双金眸犹如是一方未知的神秘世界，缤纷色彩，也不知道那是代表着什么。刚刚我窥探了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洞察了一丝真相。这里被建造出可以掌管世间万魂的世界，被称之为天域。原本这里是一片虚无，没有尽头，资源非常贫瘠，但也是有强大造化之地。唯有造化主神和少数的大道巅峰主神方才有资格进入。然而，他们竟然在这个地方建造了如此一个充满死气的黑暗世界，并且对世间万魂都有着掌管之法。冯老了解这里的一二，便是对萧炎说道：天域拥有掌管世间万魂，那这不就是地狱吗？因为只有地狱才会掌管自然死去或者是意外死去的万魂，而如今在这神奇联盟中也有着掌控世间万魂之法，这简直就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事情。小家伙，你说对了，他们就是在造一个地狱一般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天域。听着冯老这么说，萧炎的眼睛直接瞪大了起来。建造与地狱一般的世界，这简直就是逆天而行啊！这么说，神奇联盟的高层那些人建造了这个天域，来召集所有死去的万魂之地。不过就算他们建造了这个天域，不应该是死去的那些万魂前往地狱吗？为何会来到这里？萧炎对于这点还是有些疑惑的。就算万物生灵死了，他们的魂应该也不可能来这里才是。小家伙，这就是重点。他们为何陨落后的魂会出现在天域中？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人都已经与神奇联盟的轮回盘达成了契约，不仅获得了神奇了的更多资源，也成为了神奇联盟的真正成员，还获得了2次重生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强者想要加入神奇联盟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有与轮回盘达成了契约，方才能够彻底的成为核心之人。但同时，他们的神魂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已经成为了轮回盘的奴隶。包括神奇联盟所有真正成员，想必都已经与之达成契约了。对于冯老这一番话的讲述，萧炎在吃惊的同时，也想通了灵动牧尘二人为何会变成御灵。看来他们就是发现了神奇联盟的这个秘密。天域，神奇联盟内的一个世界，可以掌管万魂之地，可以说这是专属于神奇联盟的地狱啊。此前灵动牧尘他们没有说完的话，萧炎如今也是知晓了答案。他们建造了属于他们的地狱，让所有与轮回盘达成契约之人都能够获得2次重生的生命。但很快，萧炎也是从震惊中慢慢的回过神来。神奇联盟竟然逆天而行，创建天域，强行让那些想要变强的人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达成协议。九域天神阁果真只是一个表面，而真正的一面就是这天域通过神奇联盟的那丰厚的神之资源作为诱饵，让那些更多的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都加入他们，从而让他们一步一步走入神奇联盟早就准备好的圈套。而他们显然都不知道，这其实就是神奇联盟的计划，就是要他们在获得更强大力量的同时，就必须付出一些东西，而与轮回盘的契约就是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虽然萧炎在冯老的解释下知晓了神奇联盟的这个秘密，可是他们建造天域应该不是单单就为了让那个他们与轮回盘达成契约，或者说神奇联盟做的这些还只是开始的铺垫，而在铺垫做好之后所代表的才是神奇联盟背后那真正的大秘密所在。不过萧炎对神奇联盟背后的大秘密自然是不可能猜得出来，毕竟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显得格外的陌生与不了解。冯老，你知道神奇联盟为何建造了这天域世界？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萧炎在得知了天域这件事后，他的内心更是激起了波涛骇浪，很想知道这神奇联盟究竟在背地里做些什么。这第一等级世界的巨无霸究竟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就流传着一句话，神奇联盟是为了大宙9界平衡而立，是正义与邪恶的中立代表。
专门制裁凶神恶煞之人。只要被神奇联盟发现，这些拥有罪恶滔天难以灭杀之人，皆是会被放逐在神奇联盟的天牢。只要被关押进天牢中，就没有任何一人出得来。任由他之前是何等的强大，到了天牢中都无法抗拒其中的一切，只能顺着其中的所有应变而妥协。不管在里面是生还是死，都要服从天牢。当然，进去的那些囚犯自然是与轮回盘达成契约。这天牢实则就是所谓的天狱，他们招揽非常多的人，就是为了让他们与轮回盘达成协议，从而达到他们的某一个目的。而且这个天域可不属于大咒9界的任何一界，它是独立的存在，存在于虚无的区域中。